来看到菲律宾，好，菲律宾现在在南海这一边呢，已经说，有人在劝进他了。这是谁？这菲律宾驻美大使说，美国已经告诉他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到南海这边呢要进行多边的联合巡航。可问题是，我们要等你先同意，你先告诉我们提出了建议或是提出了需求，我们随时就来。菲律宾其实现在在仁爱礁这边确实跟中方的关系是有点紧张的。他们除了呢把这双方的海警电话通通热线关掉之外，也说我们已经定好了交战规则，也就是说，如果你硬要把我的船拖走的话，那我们别无选择，会采取必要的军事自卫措施。其实呢，在这一次，除了南海这边之外，美国现在还在东北亚这边有着力。美日韩峰会刚刚落幕，这里头同样提到了南海，提到了台海。大陆这边呢就直接讲，这个叫做粗暴的干涉中方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说不要在亚太这边想要挑动新冷战这么一件事情。其实南海现在整个局势的紧绷也让澳大利亚这里澳洲开始要部署最大军舰了。他们现在就讲说他们第一艘的2栖攻击舰叫坎培拉号，现在已经被派到菲律宾这边来进行海浪演习。之后呢，他们也会打算要更多的联合演习，而且现在还买了战斧呢。现在呢，他们基本上已经呢又加入了 AUKUS 之后，可以花17亿美元买战斧。什么意思？因为现在这个战斧飞弹他们基本上只有英国跟美国有，那澳洲因为加入了 AUKUS， 所以呢，它也可以拥有战斧飞弹。你会问，那他要这个来干什么？他说，我们就是要把对手从海岸拉远，保障我们自己澳洲人的安全。而这个对手战斧很远可以打很远，那这是剑指谁？是中方吗？可是问题是经贸关系，黄英贤他们的外长又跳出来讲了，我们其实呢跟中方这边希望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对话，因为还要接待王毅，也就是中国的外长来这边参加高级别的会谈呢。现在一切都在安排当中，大家就开始在问了，所以整个在南海这边的局势，我们应该要如何看待？东协即将要开会了，新加坡的李显龙现在交棒之前呢，直接讲说他认为全球经济的秩序其实正在崩溃当中的，所以永远不要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必须要谨慎行事，我们不要卷入人家的交火之中。提到了火，现在夏威夷火终于是已经停歇，拜登人到了现场，可问题是来晚了，甚至来到这边讲话也很不中听，听听他的话。You guys catch the boots out here? That's a hard ground, man. 好，还关心人家的靴子，说这个地很热你的靴子还好吗？有没有做好安全措施？大家说你隔了13天才来看灾，所以大家真的都对他比出了不雅手势，甚至呢还有 FJB 什么，就直接在骂 Joe Biden 啦，骂他脏字了。而且呢，整个过程当中，大家最无法接受的是，你身为总统，其实呢你可以来调派国军的，你可以调派美军的，任何数量的军用飞机、直升机都可以到夏威夷这边来帮忙救灾。我们的跑道没有坏，你们真的太荒谬了。其实呢，到了夏威夷，拜登还想要跟他们情感上面的一些交流，所以他也跟他讲说，我15年前我家也差点火灾啊，等等等，所以他感同身受。可是后来却被媒体踢爆，说基本上这个好像被美化了，跟他原本讲的并不一样。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甚至网友还说，哇，我真的是基本上拜登讲没有发生过的故事，这么一件事情常常发生，还必须要做总统讲话的一个核实报道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会不会变成拜登他在国内政治的一大举措？好，可问题是，请教一下郑源委员，因为现在呢，他在南海这边，他在东北亚这里，其实拜登着力挺深。美国其实不管谁当总统，他都会利用菲律宾利用这些国家而且是南海国家来阻挡中国所要完成的南海行为准则，要把中国在南海牵住这是一个美国人一定会做的事情那以中国现在的实力，还没有办法把美国完全排除在南海之外，所以这种摩擦、这种矛盾，一要有耐心二要有很坚定的毅力，要寸步不让。
至于这个为了仁爱礁说中国如果把它拖走，菲律宾就要开战，那我倒想看看菲律宾开战的本事是多大，有些什么本事开战那我们瞧一瞧菲律宾的海军实力有多坚强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把它听作一个吹牛吧那至于这个什么时候把它这个船拆走，我觉得不必急啊，慢慢等，慢慢拖，慢慢消耗。那美国利用这个时机不断的炒作，中非之间的关系，就看他炒作什么时候再说。哪一天台风来了，就把那个船拖入大海，那看他怎么反击再说现在不必急，反正台风季节在南海每一年固定会有个1-2次嘛等一等。澳洲要买战斧飞弹，战斧飞弹当然是一款不错的飞弹，但是比起俄罗斯的或者中国解放军的相等级的这种巡弋飞弹，倒也没有强到哪里去了因为他以前打的对手都是没有飞弹的国家，什么伊拉克啦这些东西那还没有看过他打过有这种长程巡弋导弹的国家，像解放军跟俄军没看过如果澳洲想要试一试的话，我倒是从军事历史的角度，我乐观其成看到底澳洲有多厉害。因为澳洲离各大地区都很远我觉得他不断的武装自己，做什么用？就想要替美国当代理人，进入南海来耀武扬威，但可能应该会铩羽而归啦。导师李显龙讲的是一个大实话，他说全球的经济秩序正在崩溃因为一个一块。那不要把和平列为理所当然和平不一定会在大国与大国之间冲突因为美国的军队一直想要跟解放军冲突，是看准了解放军的核子武器太少，才410颗但是如果解放军的核子武器到了2000颗，美国还能够像这样子叫嚣吗？我就怀疑所以解放军增加核子武器的数量，是跟美国达成核威慑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拜登现在的状况也不晓得怎么说这位老先生FJB JB 就是 Joe Biden F 你们自己去想象是什么意思？变成联邦的拜登对，这个我觉得教授英文还是比较好对所以他引起的民怨在其他国家早就下台了，但是因为他吃定了夏威夷人，说你一定就是民主党的所以民主党的地盘你们不敢怎么样。闹出这么大的事情，还公开说谎说他家里曾经遭遇到什么大火，就人家消防单位打他脸，根本没这回事。总统公开说谎是很不应该的事。是，来请教赖老师。南海行为准则马上在马尼拉就在菲律宾召开再过1-2天就要召开了。那这已经要讨论到第2读了，然后接着就第3读，所以已经进入最艰难的地步了。那也就是因为已经在做文字稿第1审第1读已经读完了，现在已经是逐字审每个字在推敲，所以到最后的关头，那目前的环境其实印尼是主席国，他一直极力的在推动。那中国也成功的原来也把菲律宾也把越南都说服了，他们也要希望能够在今年一定要搞定这个版本。那一旦搞定以后这个整个南海海域大家就已经有规则可依循了。美国不愿意见到这个结果，美国不愿意见到这个结果，所以美国卯足他的权力要破坏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南海行为准则里面有一个精神，它是根据南海共同行为宣言的一些精神而留下来的。里面有一个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说我们要维持现状然后共同去寻求开发。所以在维持现状这个部分，就是既有的岛礁不要再去扩大，例如说不要再去占领无人的岛礁。第二个，对于现有的岛礁不要再扩建除了民生的以外，不能够再做扩建等等。菲律宾就在美国的收拾下，就想利用这个阶段把这个仁爱礁据为己有，所以他在仁爱礁里面就拼命的在做动作了。那中国大陆当然也知道菲律宾在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美国在挺他，可是美国也不敢一个国家跟中国大陆交战，所以美国要把澳大利亚、把日本也都拉进来。那拉进来就是硬挺这个菲律宾，要菲律宾去打前锋。可是很明显的，菲律宾在这个最后的节骨眼又退回去了。
好，之前好像已经被推到前线了，对，现在菲律宾整个又退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搞的这么大的一个军演，就是你刚讲的这个2栖登陆舰、2栖攻击舰都上来了，菲律宾说我不派船了，结果是美、澳、日3国联合在南海的菲律宾旁边举行军演，而菲律宾不参加，你不觉得这是人类间最诡异的事吗？那也就是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阴谋就整个被揭露了，就当猪头。而这3个国家这么粗鲁的去干涉南海的问题，你看看这3个国家有多坏。是，来请教严老师。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拜登在这个去这个夏威夷这个事情上面会成为就当年小布希在 Katrina 台风一样的一个后果，就是说，虽然说大家在美国你要像我们用传统的这个方式来讲说，这个天灾人祸就表示这个可能上天对这个皇帝的统治不满意但美国人不会相信这个，当然但是问题在这里，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是天灾，不是对这个皇帝的谴责，不是对总统的政绩的谴责，可是你后续的处理怎么2个人都是慢半拍然后慢半拍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拜登大概是习惯，就是他过去当然他的第1任的妻子跟一个女儿就是在一个意外当中嘛上升，所以他常常会讲一些故事的时候去安慰人家，就会觉得说很有同理心。就这一次他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这个火灾的，就是他差一点怎么样，大家就觉得说这个里头有漏洞了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干脆不要讲我觉得拜登就是觉得说好像以前那个方式可以获得有同理心，大家觉得很好很有用，可现在这个不是嘛？那而且你这次来，整个到现在为止根本都还不知道，今天我们包括搜救犬，他们能够搜的部分大概只有1/4，就已经这么多人走了，所以你还不知道后续还很大。那拜登可能还不知道这个状况有多严重，所以我认为今天一个总统在这个我们讲说灾难救灾的这个也是一个政治学嘛，那你要在这个怎么样的时间出现，那这一点我觉得他还是去看一看那个影片看看当年那个影帝温家宝怎么演的对不起，我来晚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不把这个镁光灯放在自己身上，就是放在受灾的户上。我觉得你慰问真的要有一套这个幕僚要为他预备一些东西，不要讲一些这个让大家听起来很反感的话。其实现在这个拜登他可能呢，又回到他家这个度假的地方之后呢，他要关心的是什么？建议你应该要关心一下这件事情，因为现在金砖峰会即将要举行，这次地点在南非，习近平呢人也已经出发来到了南非。好，来看看这个画面他下飞机了，然后同时呢也看到南非总统拉马福沙亲自来接机。这一回呢，基本上习近平他是来到这里，他除了呢要来参加金砖首脑的年度峰会之外呢，他也要参加这个中国非洲的首脑会议，同时呢跟南非来做国事访问，所以是由南非总统亲自来到这个红毯这边来进行接机。而习近平这一次呢，他除了带着他的外长王毅一起出来之外，还带了他们的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蔡奇，两边呢各有各的任务。王毅当然就知道了，必须要来好好的讲一下各国的外交情势。至于蔡奇呢，则是上一次去俄罗斯的时候也带着他要来做政宣任务。这次基本上是习近平他在第3任呢，到目前为止第2次的出访，今年第2次的出访。好，中国在金砖峰会现在是不是要搞大事，亲自的来，意图要成反美的最大联盟吗？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次金砖峰会有一个非常重要要讨论的，就是呢，目前他们讲是有40多个国家有意愿要加入金砖峰会，到底是谁能加谁不能加，定出一个规则出来。好，这里头如果把世界地图摊开来看，你就会看得出来了，目前是我们这边放的是已经提出申请的国家，基本上呢，除了在非洲、南美这边呢，有很多的国家都是同期的在加入了，而且呢，现在还跨足到了哪里？还跨足到了中东这一块。好，基本上呢，越来越多人要进来，
这里头这个大家最在意就是沙乌地，因为如果沙乌地阿拉伯加入的话，会是一件大事。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能源国家呢，还有它在传统上头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作为全球的影响力，这些都是让大家会好好的来看待金砖新成员谁加谁不加。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而目前呢，《金融时报》也在讲啦，说北京呢就是希望壮大金砖来抗 G7。好，你们自己 G7 你们去开，但是我呢要当金砖国家这一些国家，南方国家我们的一些巨头。好，另外彭博的讲法则是说，我不认为它可以变成抗 G7 的大本营，甚至还很看衰它，说连集团都称不上啊。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里面各有各的国家利益，他呛他绝对凝聚不了共识的，甚至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直接讲，你们想要来对抗西方，做白日梦吧。其实现在呢，在国际上头看到了习近平他有一些想法之外，国内的部分他可能必须要有更多的一些作为，因为目前呢还有3道红线，在中国的房市的部分，纽时直接呛他是已经危机失控了，而且呢他们甚至还有人是这样报道的，他说什么？他说这个美国智库的研究员叫林和利，直接呛说习近平他的核心官员大多数不会讲英文啦，所以不懂经济跟欧美啦，因为这样中国短期内难以复苏啦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专家讲的，但是呢，必须要知道是中方是有作为的。中方现在呢，除了他们内部有很多的内需的调控之外，李强也说话了。总理他怎么讲呢？他说，中美关系还有经贸合作确实出现困难，大家得拿出诚意，我们才能继续往下走。不然的话，你现在就看到这样的新闻啦，美国的黄豆有可能呢会被打入冷宫哦，因为大陆这边算是大的农业进口国嘛，它7月进口已经锐减了有60%，但美国这可能对您来说，都是一个蛮大的数额，因为这一些就是双方经贸的往来了，那就会影响到内部的一些问题。回过头要请教郑源委员怎么样来看？习近平呢，他现在是已经前往南非，也抵达南非，还要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带着所谓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出席，大家会听说办公厅主任没有很大那是因为我们对体制的不了解因为蔡奇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是那也是中共书记处的第一位书记又是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主任反而是最后接的。简单讲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秘书长啦。那听懂了吗？就听懂就是党主席下来要管东管西，就是秘书长在管。他既不是要做什么政治宣传任务啦，大家都误会了。他其实是中国共产党里面最有能力调度资源，就是习近平要调度资源、调度人马，他就是其中的枢纽你所有的公文都经过他手上嘛这样你就知道这个秘书长的重要性就是跟民进党的秘书长、国民党秘书长那个地位是一样的这一个金砖的峰会，有人把它说得很了不起，有人把它说得一文不值。那你就让他们去说吧。的确，他刚开始组成像 G7、G20 这种比较松散的组织，可是他设了一个新开发银行，就开始要进行小 IMF 的工作，就不太平常。那刚开始设的时候，的确啦，中国那时候刚设的时候，虽然是比较有钱，可是印度没钱，俄罗斯也没什么钱，但如果跑那个沙特阿拉伯，那就不太一样别的没有，现金最多，就是沙特阿拉伯所以从这个角度，高盛当然讲说，沙特加入这个金砖国家组织是个大事，我承认这是个大事，会改变这个金砖国家穷国家的结构体制。会往相当有钱的方向去走，也就是会变成什么？一个穷地主变成一个有钱的土豪这个发展过程是避免的。那另外一方面有人看衰他了，他说：“你这个金砖国家要抗 G7， 哎呀，不可怜了。为什么？因为 G7 的加起来 GDP 真的很大，大概整个 G7 占了全世界 GDP 快要将近30%多到40%。那你这个金砖国家组织加起来大概只有2%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错，但是假以时日，我们没有人敢预测的未来嘛还有说连集团都称不上，
的确他没有什么安全跟政治的议题哈，也不会发表什么台海声明啊，也不会发表什么这个俄乌战争的声明，基本上不会哈。所以这样说也没错，可是是个经济集团，不是个政治集团，又非常的明显。然后说要替代西方主导的秩序，那外交政策杂志说这是白日梦。不是西方主导的秩序，不是李显龙讲正在崩溃中嘛？在崩溃中为什么要取代你呢？莫名其妙，就等着你崩溃就好啦哈。那各走各的路哈，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太多。有关于黄豆的事情，完全是老天爷的事情，跟政治没有关系哦。为什么？因为中美在前段时间和和好好，有时候吵架的时候，那个时候巴西的黄豆价格因为天气太好，收成太好，就比美国的黄豆便宜30%以上。中国大陆很多进口商都根本取消美国订单，转过来买巴西。在去年年初就发生的事情啦，那所以今年呢，巴西黄豆占中国的进口量60%，美国掉到30%，这个是经济秩序，真的没有要给美国下马威。下马威从黄豆开始，认为太小气了一点哦。但是大陆的房地产哦，在2020年通过了3道红线，我公开呼吁要马上取消，因为当时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做这个政策。不能算是错的，但现在解封以后，这个政策很明显就是要改变哦，不改变哦，就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上面稍微严格，到了底下的银行都通通拼命收银根，这个造成现在中国的信贷额度一直往下掉，这不是好事情。3条红线一定要取消。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哈，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请专家点评。好，我们刚刚讲到金砖峰会正在召开哈，但是很多人说了，人在南非的习近平可能也要烦恼一下国内经济啊，原因是因为纽时直接说了，现在已经要危机失控了，请教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唱衰中国经济的已经几十年了哈，那么就让他们继续唱下去啊。里面有一点他们说啊，因为他们不懂英文啊，所以他们经济搞不好，这是鬼话了哈。这个周恩来也不懂英文啊，周恩来执政很厉害的。邓小平也不懂英文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很厉害的啊。王毅也不懂英文啊，王毅的外交长才你也不可以小觑啊。现在当今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外交部部长能够有王毅这个才干？那中国大陆习近平上来了以后，中国大陆的整个在国际间的影响力跟领导力之强大，那这个也不容小觑嘛。所以我觉得把会不会讲英文说成是能不能执政，这简直是鬼话。坦白说，你外国的领导人有几个会讲中文？没有几个吧？有几个会讲日文？也没几个吧？那尤其是美国的官员有几个会讲中文？我觉得这个官员会讲第二语。对，这简直是可笑的事情。就是说这么低智商的话，他讲得出口，那还称为专家？好。金武不要小看了，金武基本上来说人口数其实金武的 GDP 已经超过这个 G7 这是在几年前的就超过了，就是以 PPP 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也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的这些国家要加入的时候他们的影响力会更加的扩大。不要忘了，美国在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尤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G5的国家，美国不太敢动哦。例如说中国大陆，例如说印度，例如说南非，例如说巴西，美国敢动吗？不敢动他们。各位想想，当有越来越多国家加入 G5 的时候，加入金砖5国的时候，你 G7 再要敢制裁金砖的国家的会员，那他们自己要掂自己有几两重。所以我个人认为，为什么那个金砖成为这么大的，全世界都在瞩目，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力跟力量，事实上已经超越了 G7。G7 这次办的时候在广岛办出来以后，谁理他们了？他们已经制定不了任何规则了。好，到底呢要怎么样来看啊？原因是也有专家讲了，你们这个金砖5国是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对抗的大本营，连集团都称不上，很看衰他我们等等要请严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
好，我们刚刚讲到了哈，在金砖五国，现在要请教严老师，您怎么样来看？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人看好它，但是也有人说，拜托，怎么可能做白日梦吧？我觉得当然就是说，金砖五国刚才这个蔡委员也提到嘛，它根本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所以大家要担心的是说，前一阵子第一个是成员国的扩张啊，会不会有影响力？当然会有。第二个，我觉得是前一阵讨论最多的，会不会搞一个新的货币出来啊，取代了美元？那美国当然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有更多的成员，那如果我们假设就是国际货币基金会这种所谓的一篮子货币，那中国的比例会降低，不是很好吗？可是呢，一看这个候选人啊，候选的国家，什么沙烏地啊，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全部都是产油国。哇，产油国要是真的全部进去以后，第一个可能就是美元交易在石油上面可能就会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他们会特别紧张，因为其他国家真的，我相信他们会欢迎这么多国家进来，可以冲淡中国在这个地方的主导性，对不对？因为有更多的，但是就因为有那么多进来以后，发现都是产油国，你看连包括委内瑞拉都想进来，伊朗也想进来，哇，这样子进来的话，那真的是产油国要是进来，那美元交易这个事情就说被取代了。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可能更担心的部分哦。但是我觉得金砖五国其实也有各自的一些利益在考量，特别是印度，不一定跟着大家走。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把它硬打成一个集团以后，让他逼他走上跟你们去对抗的路。你说印尼会想要跟印尼也是 G20 的成员，对不对？他一定也是很想跟西方保持好的关系。但是你如果今天就认为说只要加入金砖就是我的敌人了，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希望美国不要那么黑白分的那么简单啊，就是你稍微有点判断力，应该是把它就认为说越多成员在敌对的阵营，大家这个沟通的管道越来越多是好事，而不是说今天一定要一分为二，把它分成这两个不同的阵营。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哈，现在大家说，是不是对岸又出手了？而且这个手还是黑手，什么意思哈？因为现在发现国际间一个大新闻了，中美洲呢，现在他们已经通过了要排除台湾纳入中方，所以呢，我们的外交部马上宣布不用，我们自己急起退出。什么意思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次提案还是尼加拉瓜他们所提的，他们呢现在就是说希望批准中方成为一个常驻观察员。那确实啦，在这个时刻，他们也已经以多数决的方式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议案，所以呢，就让我们即刻宣布退出。这么重大的一个外交上面的变动，我们的总统蔡英文到底有没有看到他说了些什么？在今天，他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没有，今天七夕啦，说要祝大家情人节快乐。但是我们就想问啊，这么重大的事情，你只祝大家情人节快乐，你有想到过去跟你还不错的尼加拉瓜现在变成了提案人了吗？而其实呢，在这一回，他们所有的讲法都是说是中共为了要严惩赖清德，因为呢他过境美国嘛，他先前去出访，所以呢，到底这两个之间有没有关系？就是我们想问的。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了，其实呢，在整个中美洲的部分，你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它是一个两国，而且是两大国之间的竞争，包括了美国，包括中国。我们现在都一直在讲了，是不是他们的领导人有所谓的左转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呢，你看4月14号的时候，他们巴西这边的总统鲁拉呢去到了中国，然后聚焦两边的贸易合作。再来呢，则是更之前了3月26，今年跟我们刚刚对焦的洪都拉斯，他们的总统呢就在7月的时候也到
到了中方会见习近平。所以呢，这一连串的下来，大家都开始在讲，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赖清德8月13他才过境美国纽约，那6月23的时候，中美洲这边就已经开始有人提案了，那这个要真的是针对赖清德，6月23他应该还没有说要去出访美国吧？那这两个东西，我们可以这样把它给挂钩在一起吗？还是回过头应该要看的是美中之间的较量？因为现在美中真的就在整个中南美这里有蛮大的一个变动的，包括了阿根廷。好，拉美的第2大国阿根廷呢，他们现在是不是也要开始转向了？因为现在领先的这一位候选人米雷伊直接讲，当选之后他就要冻结和中方的关系。先前的政府呢，基本上跟中方其实关系是比较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当发现美国不卖给他们战机的时候，他们还要买中国的枭龙战机，被当时的美国议员直接讲，要是你敢买的话，后果自负，我们会有很严厉的措施来反制哦。那现在突然之间美国可以卖给他们战机了，大家就想问，所以其实应该是因为美中之间的较量，让美国开始出现了变化。而台湾呢，你在中美洲这边，你要小心的是什么？是瓜地马拉。我们就必须要讲了，现在只剩下瓜地马拉在中美洲议会是我们的邦交国。这一次的这个大选呢，也发现亲中派的黑马已经胜出了。虽然他是没有说要改变跟台湾的现状跟关系，但是他有强调他要拓展跟中方的贸易关系。所以先前我们才看到汪文斌讲说瓜地马拉各界基本上都很期待跟中方建交的一个迫切。整个在中南美美中之间的对抗，影响到的也是中华民国的利益。除此之外，中华民国你有没有想一想，我们在太平岛这边，太平岛是我们的，可是他发现太平岛码头好像在扩建，就有人在问，跟美国有没有关系呢？大陆媒体呢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报道，他们说基本上这个扩建呢，其实就是要支援美军这边的一个需求。好，可问题是，也有人认为，有可能吗？因为现在呢，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可是呢，在日本他们却有36%的人，年轻人强调他们不想要加入战争，但是呢，他们会反战。还有21%的人只是选择就逃了吧，我不要参加这一切。那如果是这样而下来，那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真的只是一个话术而已吗？我们能够得到他们什么样的承诺呢？今天另一个新闻呢，则是让大家有点吓一跳，说两岸之间看到了，共军的核潜艇出事了。这个呢是在网络上，这个 Taiwan ADIZ 呢，他们说他们听到了093级的核潜舰在台海发生事故，看到了求生的讯号。好，可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国防部已经说了，这个是社群媒体的一个流传的讲法，没有看到官方来做澄清，也没有看到他们做证实，所以他们没法评论。可是呢，过往的这位前舰长、小舰长吕礼师说了，基本上发求生讯号，曾经也有过误传事件，所以他说要真发现有事故的话，对岸早就动起来了。你不可能到现在看到他还没有任何动静，所以认为误传比较有可能。但是两岸之间在外交场合上头，这一回我们要请教一下郑源博士怎么样来看？这真的是中方因为赖清德而出手，在中美洲这边在挡我们吗？赖清德会不会太夜郎自大了一点？因为中美洲开会要酝酿的，要把所谓的永久观察员，根据联合国1971年2758号决议案，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取代。这件事情事实上已经酝酿很久了，不是1天2天的事。那因为最近开会，就由这个尼加拉瓜提出来，然后做一个更换。这个只是这个一个很长久的两岸的外交的角力。那以前呢，不是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但是以前早年在马英九时代9·2共识，双方面就外交休兵，那民进党就把马英九的外交休兵修入为外交投降。好了，现在民进党外交不但不投降，而且还是兵败四处，烽火连天，那他们民进党开心了吗？但这个跟赖清德基本上无关是整个民进党执政，这种事情就会陆续的发生。因为在中南美洲啦，这个以目前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一个实力，
要去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垒是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那唯一的就是靠美国在后面撑腰啊。那美国能够撑多少，也要看各个当地里面的政情的变化，因为中南美洲的政情都忽左忽右，忽右忽左哈，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政治社会。那就即使是弄成右的，也未必是会对台湾建交或者太好，通常都讲很多大话，跟美国要好处，要不到好处又在转向啊，这是国家的问题就在这里，而且经济发展的程度长期处于停滞的状况。那如果中国继续的崛起，中国的 GDP 不断的成长扩大，那美国仍然动不动 GDP 在1%、2%，那持久的这些所有的国家还是会倒回到中国大陆那边去啊。那至于蔡英文，他可能不太关心中美洲会议啊，台湾有没有被什么排我纳匪案通过哈？他可能比较关心情人节快乐，因为他的名言嘛，反正到了2024年就没有我的事啦。他已经开始，我们当兵的时候都数馒头啊，剩下没几个月慢慢吃，反正到了1月份总统选出来的一定不是他嘛。到了1月份到5月份就是什么垃圾时间嘛，每天就是吃法国料理，准备下班这样子而已啊。他不用管这个事啊，所以现在祝福情人节快乐是符合他的心情哈。那这个我们的外交部倒是不必去骂什么尼加拉瓜总统奥德加什么甘为中国的马前卒，他有一段时间对台湾很好他也是其他国家当时对台湾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国最坚强的友人。那现在开始转向了，就说哎呀，你甘为中国的马前卒哈。这只能显示出我们台湾是一个恐怖情人这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在中南美洲，尤其是南美洲啊，巴西目前是左派政府执政，所以比较倾向中国，远离美国。那跟台湾没有关系，是中美之间的一个斗争。那阿根廷据说这个右派的人会当选总统，还没选不晓得。那可是阿根廷的利益在美国讨不到什么好处啦，除了政客个人私人会拿到好处，国家拿不到好处。在过去30年的确证明是如此。那我认为这个右派候选人个人不要从美国拿到多少的好处啊，特别是跟美国买 F-16的战斗机，因为 F-16战斗机那是老型了，可是至少的什么比巴基斯坦跟中国合作生产的枭龙战机性能差，而且贵了很多。可是中间的佣金当然是跟美国军火商拿的比较多了哈。阿根廷最重要的国家主权就福克兰群岛，美国一直支持英国掌控福克兰群岛，相反的，中国支持阿根廷要收回福克兰群岛。那右派的人觉得这个无所谓，那你阿根廷觉得无所谓，大家也不必去管这个事情了。那这美国的众议员，美国400多个众议员，那个阿猫狗一大堆，讲什么东西不必太在意啦。那他可能跟军火商有关系，他采取严厉措施。你美国现在有什么本事采取严厉措施？除了叫 CIA 去暗杀人以外，你也没本事啦。要给钱没钱，但是到处卖武器、收钱、发红包美国人在南美洲的道德沦丧也不是今天才开始。你南美洲人只要提到美国人，再加上 CIA 3个字，都知道这是一个道德沦丧的国家跟他的机关至于这个政情变来变去瓜地马拉怎么说？后来这个美国的力量介入，那当然都会。太平岛的问题倒是比较值得我们注意，跟我们切身相关。陆媒也不必讲那些绘声绘影的话，没有意义啊。你如果认为美国会在那边禁足的话，你就把太平岛收回去。你有本事收回去，没有本事你讲这干什么呢？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如果纯粹就军事力量来讲的话，在南海的解放军的部署要拿太平岛，根本就是豆定泥缸，像在桌子上拿橘子那么轻松一举。那你因为政治考虑，你不去做这个动作，你又整天在喊说会被美军禁足。民进党执政被美军禁足，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美军不敢到台湾来，然后在美国的认知里面，太平岛也不是台湾的主权领土，也不是大陆主权领土，它如果是有争议的部分，所以美军禁足，你要怎么样？这很简单嘛，派解放军把他赶走不是得了吗？对不对？那你有本事就现在把他收回去嘛。那没有本事把他收回去，整天他们叫没有意义啊。
好，来，我们就要请教了啊，因为呢，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很多军事迷今天都在看啊，就是在 X 就是推特上面传出了有人讲说呢，这个是共军的核潜舰经船在台海出事，甚至讲得非常惊悚，说舰上的官兵全数罹难。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ADIZ 呢，他还特别在这个粉丝页上，因为很多军事迷在这边啊，说有人有听到相关的这个讯息的时候呢，赶紧来回报。基本上现在国防部他们官方的发言的讲法是说，这个就是社群媒体流传的讲法，我们没有其他评论，因为没有官方的说法来做证实。好，可是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两岸之间现在兵凶战危的状态，听到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大家特别在意。赖老师，这可能性很低了。这个道理很简单。093，因为他们所放出来的讯息有2点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第一个，他说习近平听到这个消息坐镇在军委会。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很明显的跟事实不合。为什么？因为昨天习近平就已经坐飞机往南飞了，所以11点钟的时候就到了南非。那因此他的这个讯息，第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他没有掌握好习近平的动向，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谣言是第一个，制造出来的时候已经有漏洞了啊。第二个呢？他说这是093是核动力潜舰，是中国大陆当时在要准备淘汰，也就是091要退役了，他们要更新一个新的一代，那是2002年的时候那么下水了，2007年正式成军，目前制造9艘，可是不要忘了它是核动力潜舰，所以它装的是核弹头，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潜舰里面是有核攻击能力的。各位想想。任何一个有核武的能力，就是我们讲的5大这个常任理事国，5大核武国，任何一艘核动力潜舰，假设说出了什么意外，那相关的国家都会进去救难的。是，因为这个已经没有敌我之间的问题了。更何况这么大的一个这么有重要的一个核潜舰，如果说它整个发生意外，中国大陆的救援的机构、救援的船全部都上去了。整个区域里面一大区全部都要划定成为禁航区，要开始进行救援。那这样的一个大动作怎么可能？而且呢，一定还会请周边的国家来协助帮忙。为什么？因为核武器如果落入任何人之手，那不得了的事。是，更何况这是中国大陆的主力战舰之一，因为新的战舰，例如说095，也已经在研发，但是呢，它要到成军，那么目前来讲也在走，所以我个人觉得制造这个谣言的水平并不高啊，但是你要看它这个网站的背景是谁，大概推就可以推出那一个反中的那一个人，跟他的背景是有关系。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中美洲的议会，过去在马英九时代。国民党时代，我们台湾跟中美洲的国家的邦交国是比较多的。中美洲严格上来讲就是7个国家，如果硬要把墨西哥加进来，那就是8个国家。在过去，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中华民国在中美洲的邦交多，所以说要在中美洲的会议要把台湾赶出去可能性不大。可是现在台湾只剩下2个，就是中华民国只剩下2个邦交国。也就是说，民进党主政时期，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一个一个少了，一个一个少了以后，那现在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跟中国大陆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他们认为在中美洲的议会的中，那台湾还是观察员，这个已经不符合联合国的一个中国原则。那当然他们就要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这代表什么？代表民进党的外交政策是彻底的错误，彻底的失败，把自己在国际间的空间不但萎缩，而且在国际区域组织的空间也越来越萎缩。问题是遭到这么重大的挫败，因为我们在里面有20几年的历史，是遭到这么重大的挫败的时候，不关蔡英文的事。蔡英文不认为这是关他的事，这岂有此理？我们选出来付他这么多钱。让他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然后不关他的事，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一个。不要讲他，这真的是讲到这个人就会让人家生气。
好，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讲啦，在这一次这个中美中就像刚刚这个赖老师所说的，我们在这边基本上，我们其实也经营了很久，在经营这么久的时间，我们就想问，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来杨老师，我们的外交部直接就讲了，说呢即刻退出，这个呢就是骂尼加拉瓜，说他们是人家的马前卒，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人竟然在讲说是因为赖清德的关系，您怎么样来看这当中的牵连？我想我们在中美洲啊，刚才赖老师提到，我们在这个组织已经20多年。那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中美洲的7个邦交国全部都是我们的。我们第一个丢掉的是这个那个哥斯达黎加是在陈水扁任内，然后呢后面这个蔡英文任内丢掉4个啊。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你的比例上面就已经不对了。过去我们总统还可以去中美洲主持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域会议，因为都是我们的邦交国。那个时候，譬如说我们在太平洋群岛，我们也比对岸多，就差不多了啊。那到非洲的时候，大陆要办非洲，那时候我在对政府建议我们不要办，因为大陆的邦交国太多，我们少。但中美洲我们是绝对优势的，但是这样流失掉了。所以现在我们邦交国的贝里斯其实不算是最以前的中美洲的，它是1980年代独立的，其他都除了这个巴拿马之外，另外5国是最坚强的5国，是200年前独立的。那巴拿马是因为美国操纵巴拿马运河，把它硬从哥伦比亚弄出来，也有100多年了。就是说这些国家过去我们还为了要巩固他们，我们跟他们很多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啊，虽然我们跟他的贸易真的是非常小，但是为了要巩固这些国家，可是你看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但是马英九的外交休兵那几年，中美洲国家没有丢掉1个，现在一下子丢掉4个，所以丢掉4个，现在这个结果，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意外啊，就是说会有尼加拉瓜这样的国家会提出来说要请大陆进去，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真的是瓜地马拉也岌岌可危，对不对？那这现在就是大概贝里斯稍微好一点之外，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困境。那我们政府如果说也承认，就是说你今天在这一方面真的没办法，那你就要跟对岸去谈。我现在都不晓得，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政党轮替，下一次总统当选之后，可能我们现在邦交国会变成个位数了。那这是我们自己要特别谨慎的，就是要接受这个成果，不要怪对岸了。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怪的。今天你不愿意跟对岸有任何的接触，最后就是邦交国。我做非洲，我本来还担心非洲会被剃光，结果现在担心中美洲会先被剃光我很担心这个非洲我们还剩一个斯瓦蒂尼。那拉丁美洲的国家，我们知道最近这一阵子都是向左转嘛那阿根廷现在不是，但是阿根廷这次大家只是忽然觉得有点兴奋，为什么？因为他右派的总统出乎意料，这极右派的这个候选人30%第一轮赢了这个左派的28%。这个第一轮阿根廷的规定是你可以4成就可以赢了但是呢，你4成要赢对手10%以上。对，好，那如果没有，好，现在就到第2轮。第2轮45%，你现在从30到45，左派搞不好整个一下就不一定了所以美国也不需要太乐观因为真的我们现在看尤其是像这些国家，包括我们的邦交国瓜地马拉，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因为现在上任的总统，他的爸爸是瓜地马拉第1任的这个民选总统，然后呢，那个政权后来是被美国 CIA 给推翻的，所以他是出生在阿根廷，因为流亡，所以你觉得他会对美国能够对他使得上力吗？大概很难，又是一个左派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专心我就请再用专心维护瓜地马拉的邦交。好，其实啦，有的时候我们在国际上头的时候，当然你就会觉得说，你要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这样在站队的？什么意思？你跟美国比较近一点点，那当然你就也很容易在人家大国比赛竞争的时候，你就变成了牺牲者嘛。